真是无声，花尽起落是无常，道绝言是无双，蛇矛掩人光，日月无光。往事杀人如剑草，兵败如山倒。剑道勇士放横扫，风势起潮，苍龙断脚。往生中千载兴亡转头空，家天舟诸事如酒论英雄，万古愁不见落山锁神功，百般筹谋分酒比河水向东，古今是拂晓潭中入我梦，人生几何悲斩万事匆匆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虎牢关这一局结束了，没想到最终名扬天下的是3名掀翻棋盘的搅局者。只可惜，他们没能顺便杀死吕布。阿虎，看来你对与吕布的那一战，我对过往的输赢没兴趣。吕布若是死了，我们就不会遇到这种麻烦事了。啊，二公子，这封信上的字迹可是王允亲笔？我反复确认过王允和父亲来往的书信，不会有假。信中说，吕布的意思是只要残兵助他杀董卓，便对王允和司马家既往不咎。吕布通过王允威逼司马家合作，这说明吕布如何？对你很是欣赏啊。被这种见利忘义的家伙欣赏，我可高兴不起来。若是拒绝吕布，王允就凶多吉少。没错，欠王允的太多了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吕布这人为了利益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过咱们这位司马家的二少爷，也不遑多让就是了。阿虎，你怎么看？依我看，若是貂蝉出马，董卓必定难以抗拒。此事可成。黄泉失势，诸侯纷争，大汉已无可挽回。杀人者，人亦杀之，无休无止。我的计算越成功，便越难以回头。这乱世的洪流中，无人能独善其身，亦或无人知晓该如何选择，才是正确的答案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已被卷入这洪流里了。
一切都和之前一样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令你失望。哦，姚元公子说前方无异常。好，上路，快！小梦，这趟辛苦了。想不到此去长安还得绕道太行。怪只怪朝廷失势，律法全失，盗匪四起，苦的是百姓啊！人为了生存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相比之下，清风帮可算是道义有道了。若是没有司马家的照应，咱们这些人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吧。若是没有司马家，此刻连我也不知身在何处。辽元兄说是顺道去趟常山为司马家催账，这日头已偏到西边去了，不知何时能回来。不必担心，他做这种事从来没有失手过。嘿嘿，有残兵相助，难怪司马家可以黑白两道通吃。识人之路，忠人之事罢了。听说重建洛阳之事已经展开，司马家早有准备，垄断了这大工程，应该赚得盆满钵满吧。多亏二公子有先见之明。纵然眼下战乱四起，河内那几千户人家能得司马家照顾，倒是不愁衣食。可惜树大招风，司马家自身也是麻烦不断。你是说吕布？指望这次行动和这几车礼物，可以化解他对司马家的仇恨吧？吕布自视天下无敌，怎会有仇不报？这种人的仇恨是化解不了的。这既然化解不了，为何还要答应他的要求，更送上这许多金银财宝？此人狼子野心，和复仇相比，吕布还有更大的目标。没错，这也是司马家的转机。我明白了，让吕布觉得司马家还有利用价值，是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，自然就会打消向司马家复仇的念头。没错，哼，见利忘义，正是此人本色。黄刚，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你的容貌实在是有些招摇。说真的，有这样的容貌和身手，只怕世间没有一个女子比得上。你这副样子，若是让郭昂、张雷那两个家伙看见，又该拿你取乐了。我家夫人百般温柔，像你这种凶猛的货色，我可看不上眼。那我就安心了。夫人还给我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，不过一个可不够，我的目标是10个。10个？劝你还是免了吧。糟糕，明知小梦此生无法得子。小梦，那个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想生几个都可以，将来有你好受。不过，照顾小孩子这种事，我倒是挺在行。哎，对，这件事儿你一定要帮忙。贱内身体虚弱，加上产后奶水不足，我正想要找一位乳娘，而你……乳娘？我？王刚，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。不是，你又误会了。乳娘，我是说……妈的，受死吧！副帮主是想让小梦帮他找一个乳娘吧？小梦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这脾气让人无福消受啊！别再跑了，让我揍一拳，这事就算接过。小梦，别过来！是山贼吗？这么多人，是袁绍的人。这些人不像是寻常的圣队。将军如何处置？为方有诈，一个不留。将军有令，一个不留。副帮主没事吧？
咱们被包围了，是骑兵，咱们走不掉的。小梦，你给我听好，你身负司马家重要的使命，不可以在这里出事。这里有我挡住，你走。清风帮的听着，别让残兵小瞧了咱们，今日随我杀个痛快！跟我来，大局为重，走！快去找燎原火！没有我，你们撑不住的。你真的是不可理喻！你们退，我殿后。众将军中箭了！李将军别上前，那女的目标是领军的人。要走就一起走。美丽的花总是带刺的，小心！而花的旁边总是布满臭虫。有谁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何事？没有小梦，王刚也不在这里。我北方去了，多谢。多谢。为什么都说清风帮是洛阳第一帮？就因为咱们帮里的兄弟有一个算一个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多谢各位。看呐，全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和药品。这条路连接2个终点，一是长安，二是幽州。现在两地皆为叛军之地，任何人和这两地扯上关系，都会负上反贼之名，死不足惜。说吧，你们是哪一路的人？我只知长安董卓是反贼，何以幽州公孙瓒又和反贼扯上关系了？所以你们是幽州的补给队吧？证据确凿，任你如何狡辩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不，我们不是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说出二公子的事。不是，哼，那尔等就是董卓在外收集军饷的部队吧？不是，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。这张小嘴倒是挺硬的。论嘴硬，那家伙也不遑多让。这家伙还能爬起来啊！老蔡，我就说你刚才下手太轻了。快走啊！别过来！快滚！我走了，就没人知道你的下落了。你已经是个死人了，还站起来干什么？留人，留货物！
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清风帮不可失信于司马家。有意思的家伙，令此行乐趣倍增。再来500钱，赌他不倒下。这500钱归我了。混蛋！留人，留货物！竟然还不倒！你欠我1000了，1万钱，赌他倒下。不够！妈！燎原火，这是清风帮最后的指引。我还有一个冒昧的要求，请代我照顾犬儿。大哥，快救无敌！中共2天不行了，没走啊！前方道路蜿蜒似盘龙，恐有伏兵啊！后方是袁绍的大军，回不了头了，路被这些车挡住了。是公孙瓒的人，我明白了。郑将军，速速带人下马清理道路。唐将军、刘将军，准备队形，以防有敌来袭。笨蛋，别过来！主公，这些车上全都是。有埋伏，速退！车上有着许多财宝药材，公孙瓒果然不会坐视不理。以幽州补给车队来挡住公孙瓒自己的去路，子王做得好啊！主公，退路断了。公孙瓒，亢龙谷就是你的葬身之处。是亢龙谷方向。我明白了，多谢。王双要像你父亲一样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这谷内乃是一处死地，袁绍果然是要赶尽杀绝。袁绍狗贼，吃我一剑！主公，公孙瓒已无路可走，就由末将领本部军马去取他的首级回来，如何？这群败兵至今仍肯追随公孙瓒，可见斗志顽强。困兽犹斗，若是强攻，我方难免会有死伤。袁某于心不忍，你嗓子大，给他们一点建议吧。诸位，公孙瓒大限已至，我主爱才，愿降者兵卒重重有赏，将官连升3级。降！上不费一兵一卒。唐将军，
二公子说过，公孙瓒常年屯兵关外对抗胡人，麾下3000白马一从精于骑射，也算是一方保土卫国的豪雄。这些人有胆敢出卖主公者，我到了地府也不会放过。将军多虑了，白马一从追随主公多年，出生入死，大小数十战，何曾怕过？呸！誓死不降！若是要逃，早就逃了，又何必？汉室天下大厦将倾，而我竟做起了逐鹿中原的春秋大梦。今日之败，实乃公孙瓒一人之过，谋死不足惜。众将又何必为了我赔上性命？援兵还没到吗？对，援兵应该快到了。主公，撑下去，希望还在。你们还在寄望着那支无法驾驭的骑兵吗？那个人一向言而有信，说不定就在附近了，所以拖自觉吗？多谢将军提点，我明白怎么做了。来了，袁大人，公孙瓒已被我制住，还有一些弟兄不愿归降，请稍后片刻，待我说服他们。将军勇武，袁某静候佳音。你们怎看？诈降。少本想体恤将士，不费一兵一卒便结束这场战事。如今看来，大人，末将有一计。哦，计从何来？那座山峰居高临下，若是袁绍派一队弓箭手上去，只怕这里无人可以生还。行劫商队的人，就是阁下吗？别停下！你领军士去封地，不得延误袁绍大人的军令。得令。那些人是我杀的。我喜欢阁下的直接。更欣赏阁下敢一个人来送死的勇气。一个人送死，你不也是一个人吗？杀一个人，总比杀100个人来的方便。有趣的家伙，令此行乐趣倍增。那么，你就带着乐趣上路吧。浪淘尽，风飘兮，江如烟，不及黄泉不相见。英雄不觅初心奈何岸，不及黄泉不相见。燎原火，这是清风帮最后的指引。
其处，其声也苦。